好，赶快来关心石油大战，现在正式的开打了。最新消息，阿联他决定要退出 OPEC 会不会因此跟着瓦解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决定要一起退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为什么阿联会突然间决定要退群，跟川普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幕后操盘，希望能够压低全球的油价呢？因为油价的问题早就已经反噬到美国内部对于川普的支持度了，而美国现在内部外食价格竟然涨幅高达了42%，川普当然急着想要解决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刚刚提到的，阿联突然就是说他要退出，不管是 OPEC 组织或者是 OPEC 加，时间点刚好是在美国现在内部面临到的油价、通膨跟美伊对抗的问题，所以跟美国在背后高人指点有没有关系呢？如果真的 OPEC里面呢没有了阿联，甚至是没有更多的国家跟着要退群的话，全球油价接下来会怎么走？会不会走入一个无秩序的竞争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会不会借这个机会来扶植新的能源联盟呢？来对抗目前由俄罗斯主导的 OPEC 加的体系呢？这个是第2件事情我们会来关心。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在这一场战争之下，赚饱的是美国的石油巨头，每1秒钟竟然狂赚3000美元，但是底层的美国民众现在呢，是因为通膨的关系创下25年最高，说连吃个烤鸡都快要吃不起了。那么现在川普如果想要降低油价来救选情，真的做得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打不赢伊朗，难道现在是对盟友来下手吗？我们刚刚讲到说，美国现在内部面临的各种问题，最大的原因就是油价狂飙，美国内部通膨非常的高，在这个关键的敏感之际，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最关键的盟友之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布了，5月1号开始，那很快哦，就是明天了，它会退出石油输出国的组织 OPEC 以及呢 OPEC 加这2个重要的组织。要知道这2个组织到底有多重要呢？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哦。光是 OPEC 成员国，他们原油产量就占全球的1/3，OPEC 加更是掌握全球50%的原油产量。换句话说，阿联如果退出了这个组织的话，等于是退出了掌控全球50%的一个石油组织。那么其他国家会不会跟着要一起退出呢？接下来的影响，我们来看到哦，就是他们这个 OPEC 体系如果退出的话，核心领导人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了，掌控的石油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退出的话 ，OPEC 内部会不会有裂痕呢？这也是要做关心的。再来就是石油的油价会不会跟着波动？最后是俄罗斯所主导的 OPEC 加的平衡会不会因此被跟着打乱呢？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现在阿联突然间要退出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在背后操盘？委员怎么看？这当然有可能啦。就是说，我们大家熟悉国际政治就知道 ，OPEC 跟 OPEC Plus 其实长期以来就主导了全国的这个原油价格的定价的能力嘛。它怎么决定定价呢？其实就是经济学头最简单的供需关系。我增加产量，我的价格就下跌；我收缩产量，我的价格就提高。所以长期以来，当然 OPEC 跟 OPEC Plus 是掌握了这个能源市场的原油的定价权呐。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说阿联这次退出了这个 OPEC 或 OPEC Plus， 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我相信会哦。那但是这个影响有多大？我觉得可以做后续的观察，因为不是没有人退出过，卡达跟安哥拉以前就陆续退出过，所以阿联酋只是第3个被第3个退出来的哦。那么，但是我要回过头来看，就是我无法理解阿联酋为什么会去做一个这么蠢笨的决定哦。我看了这个案例，我难以想象，就是说，这有太多面向哦。这个阿联酋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哦。第一，他变成穆斯林世界的公敌了哦。他选择去拥抱以色列，选择去这个跟随美国老大哥哦，选择背叛了这个海湾国家，所以阿联酋从此就是穆斯林世界的公敌了哦。然后第二，我不断的强调说，中东的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找一个保全公司来保护他们的财富，让他们继续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过着人上人的好日子。所以过去他们选到的保全公司是美国，就没有想到选了美国这个保全公司之后，发现保全公司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却带来了仇家。所以呢，这个仇家呢就把
海湾国家当作附带损害了，他们这次又莫名其妙的被打了一顿。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就要去再选一家保全公司啊，也许不是这么大的哦，看起来武力不是那么强的，但是至少你要选一个仇家少一点的吧，这基本逻辑吧。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就选了一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仇家也不就是印度了哦，那印度满打满算大概也不会打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可是我觉得无法想象的就是，为什么阿联酋要选择以色列去当他的保全公司，去签一个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要把铁穹系统引过去？他难道没有想过有一天美国真的拍拍屁股，就像这个川普说他就回去了，中东就剩下他们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当伊朗跟这个以色列这种世仇不断的打下去的时候，阿联酋马上就会成为另外一个重大的附带伤害咯，就是以后这个伊朗在打以色列的同时，也顺便打阿联酋啊，反正都是你以色列的地盘嘛。所以我无法理解，就是你明明你就是应该找一个仇家比较少的保全公司，结果你现在找一个仇家更多的保全公司来保护你，到底能够保护你什么？然后第三我要讲的是，外界会认为说，阿联酋退出来之后呢 ，OPEC 就没有办法操作 ，OPEC Plus 操作的力道有限，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但是关键问题来咯，现在有2个关键问题。第一，外面说美国策动阿联退出 OPEC， 那么阿联就可以开始增产哦，因为它在 OPEC 体系里头，它要受到约制。就大家是用同样的策略来进行石油的生产哦，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现在全球的油价上涨的原因，不是因为石油供给量的多跟少，是因为美国跟伊朗都封锁了荷姆兹海峡，这才是关键。我好奇的点是，好啦，你阿联酋现在就算退出来了，你现在明天拼命生产石油，你运得出去吗？你要从哪里运出去？告诉我一下，这荷姆兹海峡被2道封锁。就你拼了老命生产石油都运不出去，那你更不要讲说，如果这场战争平息下来了，以现在 OPEC 跟 OPEC Plus 就算减掉了阿联酋，它仍然占了这个世界石油生产的很大的份额。对，也许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一言九鼎呼风唤雨，但是对这个石油来讲，它的操控的能力还是存在的。那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阿联酋做的这件事情，会在整个海湾国家造成以美论就整个海湾国家 OPEC、OPEC Plus 这些国家就开始在想，你美国在列解我海湾国家了那你更不要讲说沙烏地阿拉伯了 ，MBS 就算送川普一架飞机，也不见得能够容许川普在中东把原本整合在一起的这个一块铁板，把它变成4分5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阿联做了这样的一个愚蠢的决定，马上就会带动中东的地缘政治势力的全面洗牌了。好，所以阿联做这样的决定，现在不排除背后的高人指点就是美国。那顺便呢，确实这个海湾国家现在可能会对美国越来越感到警戒是不是美国要分化这个波湾国家？那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美国之所以今天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因为想要对抗俄罗斯主导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俄罗斯现在主导的是 OPEC Plus。那岳老师要怎么解读？我的解读跟我们委员的这个方向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是这几天的话来看到阿联酋，首先我会认为这个国家的话呢，他最近的决定都是反反复复的了一个就是要准备派兵，大家记不记得阿联酋准备派兵要直接这个跟伊朗作战的然后的话呢，阿联酋的话呢又跟以色列合作要搞什么铁穹什么对不对？那大家也不要忘了阿联酋的皇太子，这个上个礼拜不久的话。也到达北京去访问，同时的话呢，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习主席还特别强调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国际的法，不能够合则用，不合则弃。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所以我觉得阿联酋接下来的话呢，他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他认为呢，目前在他们的国家的卖石油的流动性就是 cash flow 有问题。有问题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遇到必要就是美国提供它的流动性，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流动性的话呢，那么它就要用人民币计价。所以说从这里面整体的讯息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阿联酋从 OPEC 退出来的话呢，第一个呢，他觉得 OPEC 的用处对他国家的利益来讲不大因为这里面最主要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原油输出国是美国不是这个波斯湾大家要搞清楚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美国会觉得 OPEC 原来的话呢，要稳定它的产量跟它的价格，这个功用的话呢，都不如以前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里头的话呢，也确实满足了阿联酋的一个做法上，因为伊朗这边的话呢，他强调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话，中国可以通过的同时，只要从伊朗出去的石油都要以人民币计价。那大家前阵子有没有想过，这个阿联酋本身在希望让自己的，因为这个石油，尤其是这个阿联酋的石油，对他们来讲是国家的命脉所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就是要准备做好，就是如果在 OPEC 里头的话呢，就不能够不用美元计价，就石油美元的挂钩，所以他就是要能够开放，让他自己能够有机会，而且实际上他也知道，美国是最大的原油输出国，跟它的同质性很高，而中国是最大的原油进口国，那他要掌握这个市场。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阿联酋的这个皇太子呢，他会这个针对于阿联酋做这个决定，他确实是能够影响到原来 OPEC 的团结的形象的目标，因为现在的中东局势很乱，但是我觉得美国本身控制中东的原油市场，在目前为止的话还是非常强的。你看俄罗斯的油要卖掉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决定，俄罗斯卖油很困难。但俄罗斯现在笑得哈哈的了，因为油价上涨了嘛。好，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阿联他决定要独立自主哦，用人民币计价来自己去卖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揣测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在这一场的这个石油大战之下，现在造成世界上非常大一个问题，就是赚钱的这些巨头们赚非常多的钱，盆满钵满，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老百姓受苦受难啊。现在来看到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先来看，光是全球的这个6大石油巨头，每一秒获利$3000，6家公司在这场战争获利$940呢，其中3家都是美国的企业，包括了这个雪佛龙跟这个艾克森美孚等等的知名企业。刚刚说了嘛，美国老百姓则是受苦受难。美国的财务状况创25年最差，外食平均价格暴涨42%。纽约的部分就暴涨了43%，布鲁克林，我们来看到画面上这个烤鸡哦，半只现在多少？$40，换算新台币1200元。美国民众喊说，真的都快要吃不起了。现在这个对比，干哥怎么看？这是很直接的，你知道？大家知道嘛？你看美国人他一定要吃什么？烤鸡，他每天的主食麦当劳、肯德基，你会觉得说，哎，那个都垃圾食物。对不起，垃圾食物是他们的日常。可是你不能给我一下子不是一只哎。你以为圣诞大餐啊，整只火鸡都端上来？不是，半只烤鸡啊，那个是一个家庭大概一餐正常的量，这半只要多少钱？要1200块台币，也是$40，这个已经太离谱，太超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餐厅老板啊，他莫名其妙被嗲上了这个网络的论坛上面被公干。为什么你？因为他在布鲁克林区。是非常有名的餐厅，就那家餐厅就被抓上去了，就说来为什么来讲一下，为什么你的烤鸡是什么？是黄金辣酱吗？为什么要半只就要$40呢？这么贵？我告诉你，如果像这样子的烤鸡，在我们中国的话，哈，要大概$40可以买3只全鸡，对不对？它竟然只有半只而已。那原因是他说，我告诉你，我卖$40。我根本没赚钱，为什么我没有赚钱？因为我的置办成本就这么高。我的餐厅开不久，大概还不到1年，但是我的这个成本要$50万，也就是说我装潢的成本。然后呢，我跟我的同行们现在都苦哈哈的在过日子。我已经卖到了这个$40块那个半只鸡，可是我还是没有赚到钱。我成本压抑很可怕，因为我扣掉我的这些应该支出的项目之后，我获利有限，就是非常有限。他说很多朋友都笑我说：“哎呀，你这种餐厅老板啊，你是不是到周末都会跑去汉普顿斯度假？汉普顿斯是纽约有名的海滨观光景点。他们说他们这些公子哥都会去度假。他说并没有，我现在。”到了礼拜6、礼拜天了，我要在餐厅里面帮忙洗锅、洗盘、擦地板，这是纽约现在的实际状况。所以为什么它的这个食物的价格可以涨到43%，那就是等于涨一半了嘛？我今天想请问你一下，如果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不要说涨一半了，涨10%，我们就跑到店家去理论了，对不对？对，纽约人没办法，他们只能吞下去啊。然后就反射到最新的这个消息，你看听得纽约人快气死了。他说，6家主要的世界上的石油公司的老板跟 CEO， 他们现在都躺着赚。为什么躺着赚？就是因为拜波斯湾战争之事，好，有个美伊战争之事。为什么油运不出来，对不对？包括埃克森美孚啊、壳牌、雪佛龙这些美国企业，1秒钟
赚10万台币1秒。然后呢，他们现在做到现在为止哈，他们已经赚了940亿美元，10兆台币，吓死人。对，哦，3兆，对不起，3兆台币。3兆台币，他短短几个月之内，他就可以赚到3兆台币。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些公司能够赚到这么多？然后呢，你今天老师讲一句，他转嫁到的不仅仅是美国人民，其实我跟各位讲，受创最惨的是菲律宾，是亚洲国家。我们台湾也受到一点波动，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一样，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的原物料上涨，原物料上涨之后，他们的那个置办成本都变高，都垫高，更不用讲美国本身的家庭的那个生活消费指数都变高，然后问题是你的薪水并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战争还不结束的话，那个油价我可以跟各位讲哈，绝对降不下来。刚刚我跟委员聊天，委员说他以前当学生的时候，1加仑0.99美元。对啊，现在1加仑0.99，对，现在1加仑，我们上次讲过4美元，很贵了。对不起，在加州现在是6美元，还有7美元的。所以我跟各位说，老实讲一句，那个人民就是很苦，在那边撑着。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战争到底要打到几时才能够让人民解除痛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